我等了3年，终于等到男友任务归来。他失忆了，身边还多了一个女孩。他希望我放过他。我已经对不起你了，我不想再对不起他。可是凭什么？明明他最不该对不起的人是我。第一次见到赵薇薇是在医院，江以言的病床前。和我分别3年的男友终于完成任务，一朝荣归故里。他屈指刮他的鼻尖、眉眼间，尽是宠溺。清晨的阳光落在他们身上，美好的如同一幅画。有多少次，这种场景的主角是我和他？这些动作从前只属于我一个人。我很清楚，有什么东西从我手里悄悄溜走了。阳光亮得刺眼，他们终于察觉到我的存在。江以言看见病房外的我，客气又疏离，请问你找谁？他眼里有疑惑，没有半点我预想的惊喜。是真的，他真的失忆了，他不记得我了。我动了动唇，话说的艰难而又缓慢，找你。赵薇薇很快会意，你是严哥的朋友对不对？进来坐呀。他招呼我的动作像极了女主人。他兴冲冲地问我，严哥失忆前是什么样的人？也这么严肃吗？江以言笑着伸出手要去捏他的鼻尖。赵薇薇敏捷地躲开，朝我吐了吐舌头。我说是。他向来不苟言笑，很少有人能让他笑得这么开怀。他问我，那我是特别的吗？是，你和曾经的我一样，在他眼里都是特别的。可我开不了口，怕一开口出来的都是哽咽。我是个很胆怯的人，我知道我应该吵，应该闹，应该质问他，你凭什么不记得我了？是你要我等你的，是你许诺等你回来我们就结婚。可是我什么都没说，什么都没问，只有胸口隐隐作痛，眼睛酸涩的厉害。江以言的目光终于从他身上挪开，分了一些给我。他问我，你是谁？程绵绵。他拧着眉，复述一遍，盛绵绵，像是呢喃。我心里升起了热切的期待，我以为他多多少少会对这个名字有印象。这个名字他叫了15年，每一次都温柔缱绻，但是没有。他只是点了点头，说，我们以前是很好的朋友吧？你好像很了解我。望向我时，那疑惑陌生的目光像一把刀子，扎得我血流如注，遍体鳞伤。我说是，我们一起长大，是朋友，最好的朋友。我的笑容一定很难看，所幸没人在意。我的余光瞥见赵薇薇似乎松了一口气。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黎洛的声音从走廊里清晰传来，气氛突然静默。江以言的瞳孔陡然放大，这是一个他没有想到的答案。黎洛解释，嫂子，江哥失忆了，你别怪他。我说我知道。我说不认得也没关系。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吧，江以言，我是你的女朋友，盛绵绵。他的眉毛高高的皱了起来。赵薇薇呀，了一声，手里的水果刀猝然落地，哐当一声。怎么不小心？江以言握住他的手指，一脸焦急，顾不得骨折的右腿，竟就要下床带他去洗手间冲洗伤口。言哥，我又不是什么小孩子，我自己去处理。他看着有些得意，却故作善解人意，你们先聊吧，我等会儿再过来。江以言这才坐下，目光却一直追随他。等看不到他了，他才扭头看我，眼里多了几分责怪。他在怪我，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表明身份，惹得赵薇薇失神，划伤了手指头。他对她的偏爱明目张胆，这样的江以言让我好陌生好陌生。有一滴泪猝不及防地落了下来，我几乎是落荒而逃。嫂子，黎洛跟着我跑了出来。他告诉我，半年前江以言跌落江水里，磕到脑袋，失忆了。是赵薇薇背着他走过10里路，是他日日夜夜守在他身边，等他好起来。也是他在组织的人找到他们时，配合其他人，才能将犯罪集团一网打尽。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，理应在鲜花和掌声中步入婚姻的殿堂，迎来最美好的结局。而我只是这部爱情童话中一个小小的配角，谢幕时连姓名都不配拥有。可是凭什么？
凭什么？我等了他3年，不是为了这个结果。我想过的，他不一定会活着回来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我会替他照顾奶奶，替他好好活。我会像爱他一样，试着去热爱生活。可我从未想过，他回来了，但是却不属于我了。我从没想过这个结果。嫂子，其实江哥失忆了也好，他之前做卧底，做了很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，那些事情不记得好。原来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还希望他记起我。我突然觉得可笑，笑着笑着，鼻尖一酸。嫂子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不是想要江哥不记得你。江哥最爱你，你们的感情可以培养，他会重新爱上你。我摇了摇头，我是个很无趣、很俗气的人。离开他为我加持的光芒，我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，在他眼里和路人没什么区别。你们认识了15年啊，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他。是啊，15年，人生有多少个15年？我拢共才活了25岁，他的存在占据了我大半生的光景。嫂子，你真的甘心吗？我不甘心，我得为自己争一争。就算他没选择我，我也要得到明确的答案。次日，我又去了医院，他在闹，他在笑，看到我时，眉头都不约而同地皱了起来。他们并不欢迎我。我默默放下手里的东西，我做了山药排骨汤。赵薇薇一愣，绵绵姐，严哥不喜欢这个。我万分笃定，不，他喜欢。我给他们都盛了一碗。赵薇薇摆手，我过敏，吃不了。在我的注视下，江以言有些迟疑地喝了一口。我承认我有些病态，我将希望寄托在这一碗汤上，以为凭借熟悉的味道，多多少少能唤醒一点他的记忆。可他只是平静地看着我，出于礼貌地说，很好喝，谢谢你。我突然明白，其实他并没有偏爱这一碗汤，只不过是我做的，只不过我喜欢。可他不记得我了，所以连带着也不再喜欢这碗汤。怎么会有人忘得这么彻底？15年，15年还不够养成习惯吗？心抽抽的疼。赵薇薇盯着我，眼神里有藏不住的敌意。在她眼里，我是一个外来者，是一个试图夺走她幸福的失败者。我低下头，装作收拾餐具，以此避开她的目光。她不看我了，转而捧着脸看向江以言。严哥喜欢这个的话，那我下次也做给你吃。江以言揉了揉他的发顶，语气里尽是不赞同。你过敏就别瞎折腾了，如果没有我，这该是多么美好的画面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黎洛来了，说要带赵薇薇去派出所登记信息。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拐到了缅北的寨子里，这次回国，她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。赵薇薇人生地不熟，江以言不放心，也想跟着去。黎洛拍拍她的肩，江哥，你还是好好养伤吧，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江以言看了我一眼，这才坐下来，目送他们离开。空气静默半晌，他问我们以前真的是男女朋友吗？我抬眼看他，阳光照上他的侧脸，他眉眼深邃，眼里有细碎的光芒。见他的第一眼，我就觉得自己要溺死在这一汪深泉里。我点点头，是。为了唤醒他的记忆，我准备了很多东西，相册、日记、聊天记录。他翻阅着那些东西，神情宁静，波澜不惊。这是你为我亲手捶打的戒指。离开这里前，你给了我一个承诺。我一直在等他回来，等他亲手为我戴上这枚戒指。江以言拧着眉想了半晌，对不起。我摇摇头，将戒指收进盒子里，不记得也没关系。他盯着我手上的伤口，煮汤时太着急，食指被烫出了水泡。他轻轻叹了口气，颇为无奈。其实你没必要做到这种地步。我看向窗外，这座小小的城市有太多我们熟悉的回忆。我想等他伤好以后，带他一遍又一遍地走过那些地方，再告诉他我们的过往。我设想了那么多，我做了那么多安排，都被他这一句话轻易扼杀了。指甲狠狠掐进掌心，我扬起一个不算好看的笑容，给你讲讲我们相识的故事吧。我和江以言的故事其实很俗气，很普通，和所有的青梅竹马一样，我们相伴着长大。
他是将奶奶捡回家的孤儿，而我被离婚的父母丢给了奶奶。他大我3岁，很早熟，举止间总带着同龄人没有的沉稳。这样的孩子总是很容易吸引其他孩子的目光，更何况他相貌绝佳，一眼就能在人群里看见。不像我，那时候的我生得很不好，一副小鸡仔的模样，总受人欺负。江以言从小就富有正义感，在我被骂野孩子时，是他将我护在身后，义无反顾，奋不顾身。可双拳难敌4手，他还是被打趴下了。我们都挨了打，但那次我却不像以前那么难过。他让我别伤心，他也没有爸爸妈妈，也活得很快乐。我告诉他，我有爸爸妈妈的，只不过他们并不喜欢我。他说，大人总有很多烦心事，有时候会顾不上孩子。他说他们爱我，只不过不知道怎么爱我。我默默地听着，没有反驳。他让我开心点，用泥巴为我捏了一只绵羊，送给你，程绵绵。它是我暗淡童年里一束照耀我的光。人总是向往光明的，所以我总在追随他的脚步。为了他，我拼命地学，连跳2级。终于，我和他之间只相差1层楼。两小无猜，两情相悦，在我们身上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。后来，我们去了同一个城市上大学。再后来，他成为了自己一直想成为的英雄。这些年，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。我理所应当地认为，我们是世间最契合的2个灵魂，所以相似，所以融洽。我以为会一直这样下去，可是这场失忆毁了这一切。故事说完了，他若有所思，原来我以前是这样的呀，这是让我最难过的地方。他从来不抗拒我的努力，可自始至终，他都像个局外人，像个旁观者，冷漠、平静，像是在听别人的经历。随着季节的更替，我逐渐焦灼起来。他的记忆没有半点变化，他依旧不记得我。赵薇薇对我的敌意越来越明显。有时候黎洛会过来，支开赵薇薇，为我们创造独处的机会，但收效甚微。这一次，赵薇薇哭着跑开，他们之间爆发了很激烈的争吵，很少见。应该是因为我。江以言坐在床边，背影寂寥，很久很久，他都没有抬头看我一眼。天色渐暗，病房里没有开灯，窗外有霓虹灯亮起，衬得他的脸半明半暗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突然恍惚，他真的是江以言吗？如果真是我的江以言，他怎么会舍得我这么难过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才抬头，嗓音涩然：算了吧，程绵绵，算了吧。他说了2遍，是在强调，是在说服我吗？他脸上有显而易见的疲惫。他累了，我又何尝不累？我曾经拥有的底气都来自于他对我的偏爱，可是他忘记我了，他的偏爱给了别人。这些天，我像是在钢索上行走的小丑，踽踽独行，战战兢兢，稍有不慎就会跌落悬崖，粉身碎骨。这对我不公平。我放缓声音，尽力压下嗓子里的哽咽，却还是有呜咽声从喉咙里跑了出来。多丢人！他垂在身侧的手指动了动，然后他挪开目光，不再看我。我呢喃：你至少要恢复记忆后再做选择。他盯着我，眼瞳浓黑。医生也说了，我可能这辈子都恢复不了。难道要一直这么耗着吗？盛绵绵，放过我吧，也放过你自己。我不知道该作何反应。这些天我所做的努力，在他眼里不过是负担，都是徒劳。他们本该迎来美好的结局，是我的出现弄糟了这一切。我知道这么说很残忍，但是我没感觉。从他眼里，我看到了茫然和痛苦。他和我同样无助，同样不知所措。如果我从前真有那么爱你，为什么现在的我一点都感受不到？他的话像是一根根藤蔓裹住我的心脏，尖刺扎得我生疼，满目疮痍。为什么？我也想问为什么？他明明那样情真意切地爱过我，怎么会说不爱就不爱了呢？我已经对不起你了，我不想再对不起他。我瞪大眼睛看他，这种话怎么会从他口中说出来？我捏紧拳头，不自觉地发抖。
离开我，他什么都没有了。至少你还有父母，不是吗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从里面看到了坦然。他真这样以为？他错了。我从来都只有他。是什么时候知道爸爸妈妈并不爱我的呢？是妹妹走丢后，他们说为什么不是你？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的目光，那样的目光，是责难，是厌恶，是难过，唯独没有庆幸，就好像我活该替妹妹背负这一劫难。妹妹走丢了，所以我也不该再出现在他们眼前。我从来没有一刻那么希望自己没有降生过。他们明明不爱我，为什么还要生下我？没过多久，他们离婚了，好像对于他们来说，妹妹就是连接这个家庭的唯一枢纽。她走后，与她相关的一切都支离破碎。我也没有家了。就算没有我，你也会遇到另一个人，对吧？我没有答话，他就自顾自地说，日子还那么长，你总会遇到其他人。他真残忍，他就这么轻描淡写地抹去了我们的15年，还好心地替我想好了以后。有泪水争先恐后地从眼眶里跑出来。我输了，输得很彻底。他的记忆是一张白纸，他们之间那些轰轰烈烈的过往，早就在纸上画了浓墨重彩的几笔。和他们的过往比起来，恣意热烈的青春，情窦初开的少年时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所以他根本记不得。在这一刻，我终于承认，属于我的江以言已经死了，死在滔滔的江水里，是造化弄人，是有缘无分，就连这些时光都是我偷来的。我说好，我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。他似乎皱了一下眉，是疑惑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萦绕在他眉间。应该是我的错觉，他应该高兴，他不会为我难过。我擦了一把泪，笑着道，祝你们白头偕老，百年好合。这是我能给出的最后祝福。他已经做出了抉择，他要开始新的生活。新的生活里没有我。我知道你等了我3年，这些时间我没法还给你。对不起。我听小黎说，我奶奶的葬礼也是你操办的。江以言递来一张卡，真的很谢谢你。这是我的奖金，都归你了。这些钱不是用来补偿我的，而是消解他的愧疚。哪有这么简单呢？我没有要，我要他心心念念都还记得自己曾经亏欠了这么一个人。我要他们的幸福背后有我的泪水和孤独守望。我多么恶劣，我多么天真，其实他们哪会还记得我？这不过是我留给自己的最后一份体面。我曾认为自己是一叶孤舟，在生命的激流中艰难逆行，而他是我能抓住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。把某个具体的人当作自己的救赎是很恐怖的事情，容易活得失去自我。这3年我一直守在原地，不敢离开半步，怕一离开他就找不到我了。所以我放弃了梦想，放弃了自我。在无数个夜里，我辗转反侧，靠着回忆过活，等他回来。我错了，我没能等到我想要的那个人。我们设想的未来，最后还是只剩我一个人奔赴。这一夜，我独自坐在窗前，直到天明。等最后一缕霞光消散，我终于决定要放弃。后来，我忙于工作和学习，生活平静却充足。我依旧频繁地想起江以言，要忘掉那15年，和亲手杀死半个自己没什么区别。很难，所幸我们再也没见过面。原来说了再见的人，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遇到了。但一通电话改变了一切，是我妈打来的。离婚后，我的父母各自奔向远方。奶奶去世后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们了。绵绵，你妹妹找到了。她喜极而泣，高兴得连声音都带着颤抖。你爸爸也要回来，明天我们约了见面，就在以前家门口的那家餐馆。你和妹妹最喜欢吃那里的拔丝香蕉，你还记得吗？我看到你妹妹的照片了，长得真漂亮，和我想的一样。我做梦都没想到她还能回来。说着说着，她话语哽咽，后来变成了啜泣。我在电话的这一端静静地听着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通过这么长的电话了。哭完后，她问我，明天你会过来的吧？会的。
通话挂断了，妹妹找到了，也算是这段糟糕的日子里一桩难得的喜事吧。我看了眼窗外，天气很好，然后我走去商场，买下了那根我看中很久却舍不得带走的项链。妹妹小时候就爱和我抢东西，总会和我看上同样的东西，不论是穿的还是用的。妹妹走丢的那天是我的生日，我戴上了妈妈送我的小兔子发卡，妹妹也想要，那是我第一次斩钉截铁地拒绝她。妈妈也说，今天是姐姐的生日，琪琪就让姐姐一次好吗？妹妹不服气，爸爸答应她，下班后会买几个更漂亮的给她。可是爸爸食言了，所以那天晚上，妹妹偷偷溜出去买发卡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后来我总是想，为什么偏偏就那一次，我没有把小兔子发卡给她？为什么走丢的人不是我？我没有得出答案。时间不会倒流，只是那天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过过一个像样的生日。我走进了这间餐馆，这里记载了我很多美好的回忆。在这里，我们一家整整齐齐过端午过中秋，也是在这里，江以言对我说会给我一个家，我那么渴望的一个家。绵绵，妈妈朝我招手，她的身旁是赵薇薇和江以言，还有红了眼眶的爸爸。赵薇薇局促地看着我，抿了抿唇，神情不安。江以言握紧她的手，我手里的礼品袋应声落地。我从来没想过是这样，看他们的神情，应该早就知道了。只有我还被蒙在鼓里。妈妈对此浑然不觉。绵绵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过来呀！餐桌并不大，原有的沙发只坐得下4个人。我被安排坐在过道的凳子上，他们倒像真正的一家人。这是你给琪琪带的礼物吗？呀，真漂亮！妈妈将礼品袋里的东西拿了出来，盒子是透明的。他们都看到了项链。我说不是，然后从她手里夺过礼盒。妈妈一愣，她终于察觉到不对，看了眼我，又看了眼赵薇薇。她什么都没问。赵薇薇红着眼看我，怯怯地叫我姐姐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怎么也没办法把她和我的妹妹联系起来。我没有应声，沉默着动了筷。爸爸有意要活络气氛，不断地给我和赵薇薇夹菜。他一块我一块。我有多久没和爸爸妈妈一起吃过饭了？有那么一刻，我觉得老天真是残忍，他就这么放任他出现，然后夺走了我的一切，我曾拥有的一切，我渴望拥有的一切，通通都属于他了。有一个邪恶的念头从我的内心深处冒了出来，他为什么没有死？我陡然一惊，她是我的妹妹啊，我失散了18年的妹妹啊，我欠她的，是我欠她的。小江，跟阿姨说说，你怎么和琪琪认识的？这一次，我从江以言口中又听了一遍他们的爱情童话。妈妈笑中带泪，你们的故事跟拍电影似的，还好，琪琪背你就回来了。江以言偏头看赵薇薇，笑容柔和，是琪琪先救了我。如果我不在这里就好了，这样他们其乐融融，关我什么事呢？爸爸问，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本来打算下个月就结婚的，我想尽快给琪琪一个家。他以前也在同样的地点许诺过我一个家，他要我等他回来，我没能等到。现在既然找到了他的家人，自然要问问叔叔阿姨的意见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的目光掠过我，看你们什么时候愿意把琪琪嫁给我。我不知道他竟然也会这样讨长辈欢心。爸爸被他哄得乐呵呵的，又叹口气说，这些年我在外边飘太久了，正打算回来，正好也多陪陪孩子。刚认回来的女儿就要嫁出去，还真舍不得。这些年外边的风吹白了他的鬓角，他终于决定要落叶归根，为了妹妹回到这个告别了18年的地方。妈妈擦去眼角的泪水，我也打算回来住一段时间。他们突然出奇的默契。其实他们离婚的导火索是什么呢？是互相埋怨，互相怪罪。他们都声称过错在对方。爸爸认为是他没看好妹妹，妈妈认为是他的食言。其实他们都知道自己有错，只不过互相推诿能让心里的愧疚少那么一点。然后他们都离开了这个伤心的、
只有我还被他们留在原地。绵绵，你怎么想的？他们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，我突然觉得窒息。妈妈在逼我做出让步。她怎么会不知道我有个相识15年的男朋友？男朋友的名字也叫江以言。如果他一开始只认为是巧合，那么我的反应足以让他确认我和妹妹的江以言是同一个人。我低着头和碗里的丸子做斗争。你们决定吧。指甲深深掐进肉里，这才堪堪抵住心脏的痛意。妈妈像是松了一口气。后面他们说了什么，我都没有再听了。我在想，怎么样才能将眼眶里的泪逼回去？怎么样才能哭得不明显？在这一天，我失去了好多好多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爸爸在城里买了一间2手房，想简单的办一下乔迁之喜。我闷在自己的出租屋里，给他发了红包，没有去。傍晚的时候，门被人敲响，来人是赵薇薇。和前段时间的张扬和敌对不同，他看着有些胆怯和局促。他咬了咬唇，喊我绵绵姐。我很冷淡的点头，让他进来。他进了门，环顾四周，看我一桌的书，问：你在准备什么考试吗？都是英文。我准备出国，离开这里。他动了动唇，有话要说，却什么都没说。我知道他要问是不是因为他。和你没关系，我一直想去巴黎读书，这是被我搁置了很多年的梦想。坐着吧，喝咖啡吗？他点点头。我又拿了些雪饼。你小时候最喜欢吃这个。他的眼睛红得厉害。对不起，姐姐，对不起。我盯着他的脸，试图在上面找出一点我熟悉的痕迹。是妹妹的眼睛，妹妹的鼻子，妹妹的嘴巴。是我没在一开始认出他来。其实我不恨他，我只是很嫉妒，我没法不嫉妒。可我也很爱他。我想过很多次，如果妹妹回来，我会把我拥有的一切都给她。她喜欢什么，我都给她。我只希望她别再一个人偷偷跑出去了。现在她真的回来了，还没等我松手，就拿走了我的一切，猝不及防。我没法怪她，她没有错，她也只是想为自己争一争。只不过她赢了，赢得光明磊落。胜利者不应该怀着对失败者的愧疚。你没必要和我说对不起。他失忆了，你一开始也不知道他是谁的谁。是他对不起我，你没有对不起我。他哭得很厉害。不是，是我的错，我应该把它还给你的，可是我舍不得。我摇摇头，我应该谢谢你。现在我打算开始全新的人生了，没有他，我也能过得很好。我会做自己的光，为自己照亮前方的路。如果你们相爱，就应该好好在一起，别怀着对我的愧疚，那样谁都不好过。我把礼盒拿了出来，这是我挑了很久的礼物，本来打算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给你，但那时候没做好准备，现在给你也是一样的。我替她戴好了项链，镜子里的她很漂亮，这根项链果然很配她。她哽咽着，谢谢你，姐姐。重阳节这天，我和他们在墓园不期而遇。江以言先看到我，目光亮了一瞬，随即暗淡。爸爸妈妈并肩走在他们后头，看上去相处得很融洽。妹妹小心翼翼地朝我靠拢，然后挽住我的手臂。我没有拒绝，我平静地问她，婚礼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妈妈说过年那会儿再办，人多热闹。她问我，姐姐，你会来吗？她总是喜欢给我出难题。江以言的同学和同事，我大多都认识。该怎么解释呢？不论怎么解释，场面都会难堪。不来也没关系，姐姐有自己的事情。我默了片刻，对上她期冀的目光，再看吧。聊着聊着，就到了公路上。墓园车位紧张，我们都没有开车来。妹妹提议走会儿路，走累了再打车。我们总会顺着她。妈妈走在我们身旁，语气欣慰，看她们两姊妹多好啊，如果是一起长大的就更好了。爸爸叹了口气，现在这样该满足了。意外是这时候发生的。一辆大货车出现在路口，没有减速，直直朝我们驶来。江以言没有丝毫犹豫，将我推到一旁。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。妈妈焦急又无助的声音，像是一道惊雷。琪琪。
大货车在最后一刻右转，和妹妹擦肩而过。妹妹怔怔地坐在地上，望着我们，欲语泪先流。她目光里的怨恨像刀子，又快又准地扎在我的心上。江以言颤抖着低头看自己的手掌，他似乎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动作。妈妈飞奔到妹妹身旁，没事吧？琪琪，有没有哪里疼？妹妹的眼泪啪嗒啪嗒地落了下来，像一条永不干枯的河流。妈妈一把抱住她，像是抱住了全世界。我的手掌也划破了一道很大的口子，鲜血淋漓，但我没有资格喊疼。江以言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，一脸茫然无措。直到警笛声消失，我们都没有开口说一句话。妹妹小腿骨折，得在医院住一段时间。她没有再多看我一眼。江以言没日没夜地守在她的病床前，看着很是颓败，和当初的我一样。是谁把这些曾出现在我身上的情绪返还给了他？感情不过是一报还一报。黎洛听说了这次意外，也来了一趟医院。他不知道从哪里知道的具体情况，拉着江以言出门吵了一架。你还要骗自己到什么时候？就算你不记得他，你的身体也替你记得。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一无所有的人一直是他，他从来都只有你。黎洛是怎么看出来的呢？我以为我藏得很好，除了以前的江以言，没人知道。是你说你要给他一个家，是你说他爸妈给不了他的，你给他。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？你伤害了2个人呐，江以言，2个人呐。他们本来是久别重逢的姐妹呀，天大的喜事啊。江以言低着头，垂在身侧的右手指节被他捏得泛白。他没有开口为自己开脱，眼眶酸涩的厉害。我没有在听，而是拎着馄饨回了医院。妈妈在走廊里等我，我把馄饨递给她。如果妹妹知道是我买的，她不会吃。不论江以言做了什么，选了谁，她依旧是被爱的那一个，可以使数不清的小性子。反正爸爸妈妈会纵容她，妹妹还是一天天瘦削下去，本就巴掌大的小脸更是寡淡的可怜。爸爸也总是闷头抽烟，像是这段时间又老了几岁。妈妈让我别出现在医院了，等妹妹休养好我再回来。她问我，你和江以言没私底下联系吧？我点点头，喉咙突然痒得厉害。他们俩现在闹别扭，你妹妹闹着不嫁了，但我看得明白，她还是喜欢小江。你妹妹苦了这么多年，你就让着她点吧。我心口聚了一团火，因为这句话，这团火熊熊燃烧。我一直在让着她，我什么都没求，什么都没要。为什么承担过错的人总是我？我明明什么都没做，我不苦吗？他一回来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可我有什么呢？这些年你们给了我什么？我真希望当初被拐走的人是我。这是我第一次在他们面前爆发情绪。妈妈一愣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在她眼里，我是个乖巧的大女儿，我从来不争，从来不抢。就像小时候，妹妹喜欢吃鸡翅，爸爸妈妈总会在那一大锅鸡肉里替她把鸡翅挑出来，放进她碗里。我也爱她，所以我明明也喜欢，却学着爸爸妈妈把鸡翅挑出来给她。她喜欢的东西，我没资格再要。从她明确表示喜欢的那一天起，我就再也没吃过鸡翅。我逼自己不喜欢，逼自己忘记鸡翅的味道。长大后，我第一次为自己争，却输得那么彻底。我已经放弃了，可没有人信。他们总觉得我是个不择手段的小偷，会偷走妹妹来之不易的幸福，所以他们拿起武器，宁愿伤害我，也要誓死捍卫她的幸福。绵绵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我觉得可笑。他们早就忘了妹妹走丢后，他们对我说过什么。在他们看来，那只是一句无心的抱怨，没有人记得。他们不会知道，那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。我的整个人生就是从那句话开始急转直下的。妈妈知道你喜欢小江，可是人家要娶的人是你妹妹啊。我冷眼看她，语气淡淡，可她下意识要保护的人是我。妈妈哆嗦着唇，再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我的心里突然升起一阵报复的快意，片刻后又觉得悲哀。
我做出了他们想要的保证，我不会抢走他的幸福，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别出现在我面前就可以。只要不见面，你们担心的事情就不会发生，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。他们的大团圆和我再没有关系。妈妈红了眼眶，颤抖着问我怎么了，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啊？我摇摇头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医院。我走在秋风里，突然觉得自己活得真是失败。好不容易回来的妹妹也不要我了。说到底，我还是一个人，可我从来没有对不起谁。我又回到了那间小小的出租屋，我一个人生活，孜孜不倦，心怀希望。江以言来找过我，风将他的头发吹得凌乱，他面容憔悴，眼神却闪亮。他说对不起，声音缓慢而沉重。有那么一刻，我以为属于我的江以言又回来了。我摇摇头，将这种荒唐的想法赶出脑海。就算他回来，我也不会要了。我把他让给妹妹了，他已经是属于妹妹的英雄，和我再没有关系。他问我要不要出去走走，我点点头，好。我知道他有话对我说。公寓楼外有一条长长的柏油路，道路两旁种满了梧桐。秋天到了，梧桐叶落了，我们走在路上，咔嚓咔嚓的响声不至于让空气都静默。江以言偏头看我，眼底泛红，我们以前也这样走过。我说是，每一个不下雨的傍晚，我们都会从这里走过。我们谈理想，谈未来，谈过往的感动和回忆。那些日子已经离我太远太远了。江以言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天快黑了，不远处的楼房陆陆续续亮起灯，温暖了整座城市。可惜万家灯火没有一盏是为我而亮的。这些天我想了很多，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做错了。我说是，他错就错在那天推开了我。他拧着眉，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跃然于他的眼底。他说不是这样的，他想说的是，他错在推开我，却不是在重阳节那天，是在医院的时候，是他刻意忽略掉那些不对劲，是他硬生生压下了那些感觉。他那样自信，自信地以为赵薇薇就是他要寻找的人，可在货车来临的时候，他却选择让我活。那一刻，信仰崩塌，他再也没法欺骗自己。我问，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？回不了头了，他什么都改变不了。江以言，你醒得太晚了，没有人会一直在原地等你的。从前我认为你值得，现在我不这样认为了。我不愿意等了，我想看看前面的风景。他盯着我，一字一句，我可以追逐你。我从来没觉得他这么无耻。那琪琪呢？他该怎么办？他迟疑了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来找我，是想和我一起商量，是来寻求我的帮助，是想拉我下水。可我做不了这个恶人。我抬起手，狠狠给了他一巴掌。他不可置信地望着我，脸上红印立显。江以言，你毁了我渴望的一切，爱情、亲情。是他的自我欺瞒，是他的摇摆不定，是他不合时宜的犹疑，毁了一切。我真的宁愿你没有回来。他颤抖着，脸上的伪装一寸寸皲裂，露出内里的脆弱不堪。我没有心软。江以言，人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你选择了他，就该一路走到黑。路是你自己选的，怪不了任何人。他低声哀求，别这么对我，绵绵，别这样。当初那样闪耀的一颗星，突然暗淡的不像话。我一字一句，江以言，别对不起他。他默默地盯着我，眼里情绪翻涌，好像含着无尽的没有说完的话，可最后都归于沉寂。他说好，他说对不起，他说如你所愿。我扬起笑容，对他说，祝你们幸福。妹妹和江以言的婚礼我还是没有参加。我知道的，有我没我都一样，他们不一定愿意看到我。我托黎洛送去了结婚礼物，后来我如愿去了巴黎。其实我读书一直很厉害的，不过那时候的我心甘情愿做江以言的后备军。他失忆了也好，我本来囚困在他为我描绘的那一片天地，现在不一样了。我走出去了，
才知道前面的风光真是无限好啊。再后来，我听说他们生了一个可爱的孩子，是个粉雕玉琢的女孩，长得很像妹妹小时候。妈妈在1万多公里之外问我，绵绵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再说吧。他们也被我留在了原来的地方。我看了一眼前方，鹏程万里，花团锦簇，我不会再往回走了。婚后的第5年，小黎告诉我，她看到盛琦和一个陌生男人逛商场。过去了这么些年，嫂子这个称呼，她依旧只给过绵绵。我沉默着抽烟，直到她把一份亲子鉴定书摆在我面前，上面写着，我养了3年的孩子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江以言，你活该，我活该得不到幸福。小黎怪我，我一直都知道，他喜欢绵绵，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喜欢，小心翼翼，以朋友的名义，不敢让他知晓半点。在高3那个炎热的夏天，我们在操场上喝着汽水，他对我说，我们会是最好的兄弟。他把他拱手相让，话说的轻易，笑容却沉重，可我没好好珍惜。很讽刺，对吧？在绵绵离开的第1年，我就想起了所有。我想起中学时路灯下的影子，我想起我们并肩躺在操场上，高声谈未来。我想起他对我说，婚纱照要在梧桐路拍，秋天的梧桐叶飘飘扬扬地落在我们肩上，肯定会很好看。我想起他对我说，我们会生一个孩子，然后给他全天下最好的爱。我想起他对我说，我们一定会幸福。她占据了我青春的全部，她是我这部人生电影里早已确定的女主角。在无数个辗转反侧的夜里，我听着身旁人呼吸绵延，总想起18岁时的那个午后。她趴在课桌上问我，你要考去哪里？我们约定会永远在一起，我会牵着她跌跌撞撞向前冲。可我弄丢她了，弄丢了那个满心满眼都是我的姑娘。想念是会呼吸的痛，我从来没这么渴望过再次失忆，却又贪婪地从这些回忆里汲取爱和力量。这几年，我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活着，靠他曾经给我的爱过活。是什么时候发觉不对劲的呢？是在医院初见那天，他一出现，我心底猛然一悸。盛琦握紧了我的手，这几年的卧底生活，我能将情绪藏得很好。当我得知他是我的爱人时，我的第一想法是，盛琦怎么办？那时候她还是赵薇薇，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，心地善良，有勇有谋。她符合我对另一半的所有幻想。我以为我是爱她的。至于对绵绵，我以为那是愧疚。毕竟她的那张脸，苍白又脆弱，看着很容易让人心软。更何况，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，那双眼睛里饱含悲伤和对我的控诉。我害怕看到那双眼睛，他们时时刻刻提醒我，我是个多么可恶的人。可人总要做出选择。至于那15年，我能忘掉，他也能忘掉。我甚至卑鄙地想，就让他当我死了，从来没有回来。毕竟没有我的这3年，他也过得很好。而赵薇薇只有我，失去我，他会死的。就这样，我对绵绵说，我已经对不起你了，我不想再对不起他。我真他妈是个混蛋，我怎么能对他说出这种话啊？我该死，我活该失去他。小黎等着看我的笑话，我却松了一口气，说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解脱。我是个卑劣的人，我一直找不到理由结束这段婚姻，如今小黎为我找到了理由。尽管他的初衷只是让我难堪和痛苦。他惊讶地看着我，片刻后又默然。他也明白，这段婚姻早该走到尽头。在很久之后，我问过他，你为什么不去找他？他摇摇头，眼神闪亮，他有更广阔的天地，他值得更好的。是啊，他值得更好的。他早就不属于我了。其实最通透的人一直是小黎。我拿着那份亲子鉴定书回了家。不是，那不是我的家。没有他的地方，怎么称得上家？盛琦脸色灰白，恨恨地盯着我，一双眼睛像是要渗出血来。他和绵绵到底还是不同。绵绵就算再心有不甘，也不会伤害其他人。我的绵绵是个多好多善良的人啊！瞧我都做了些什么，
才会让他毅然决然地离开我。盛琦哭喊着：“你给不了的，凭什么不让别人给我？”我闷头抽烟。他要的爱我给不了，他见过我爱他的样子，所以我不爱他，他一看便知。我的生活像脱轨的火车，我想过让他回到正轨，可我的心却不允许。我做不到，我再也忘不掉那15年。从绵绵离开的那天起，我的心脏就被想念和愧疚蚕食出一个又一个可怕的空洞，千疮百孔。我叹口气，盛琦，我们两清了，我不欠你什么。曾经的美好和激情，早就被时间和怨恨磨得稀碎。盛琦扔来一个花瓶，花瓶落地，碎片四溅。你以为你可以去找他了吗？他早就不要你了。你别自作多情，他比我们所有人过得都要好。他说的对，这些年绵绵过得很好。我曾偷偷去看过几眼，他被一个高大的法国男人揽在怀里，笑容恬静，那是一种历尽千帆的温柔，对所有事物都温柔淡然。而我也从来没见他过生日的时候笑得那么开心，整个人像是发着光。我伸出手试图触碰这束光，可很快他就从我指缝里溜走了。这份幸福本来是属于我的，本来触手可及，是我搞砸了一切。我像活在阴沟里的臭虫，我嫉妒的发狂，却都是徒劳。摇篮里的孩子午睡醒来，哇哇大哭，他们争先恐后的去看孩子，一大家子的笑声飘出好远好远。男人还为他种了一片玫瑰园，我看他浇水，看他除草，而他踮起脚尖为他擦去额角的汗珠。每天的清晨和傍晚，他们都会从玫瑰园里走过。他该是很爱他，他一定很爱他。保姆带孩子出门的时候，我装作路人与他们擦肩而过。孩子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唇都像极了他，真好，他值得的，他值得这一切。就算你死在那辆大货车下面，他都不会多看你一眼。江以言，你真可怜。说着说着，盛琦突然捂脸痛哭。看看我们都做了什么呀？我怎么会选择要你，不要姐姐？他跪坐着，双肩颤抖。家里一片狼藉，轻轻被动静吵醒，光着脚丫出来，揉着眼睛，软软地喊我：“爸爸，怎么了？”他看清家里的情况，嘴一瘪，就要落下泪来。我想上前哄哄他，盛琦却连忙把他抱进怀里，一脸凶意，像只护崽的母狮。我自嘲地笑笑，我是真心爱过这个孩子的，他哪哪都像盛琦，唯独那双纯净的眼睛像极了绵绵。就这样吧，盛琦，我们放过对方吧。我们要离婚的事情很快被盛琦的爸妈知道了，我们的婚姻沉没成本太大，甚至让他们失去了一个女儿，他们一时没法接受。盛母怒气冲冲，第一次打他：“你就不能像你姐姐一样，让人省心一点？”话说出来，我们都是一愣。其实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提起绵绵了，她是我们心上的一根刺，光是看一眼都会想起那种疼。盛琦突然发了狂：“我就不该回来，你们本来是一家人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逼走了姐姐，我走。”盛福起身去追，盛母气急攻心，晕倒了，送去医院检查，查出了癌症，肝癌晚期，没多久好活了。历经多时，我才再次从手机里听到了绵绵的声音：“妈得了癌症，你要不要回来看看？”他没说好，也没说不好，只是打了一笔钱过来，那些钱足够支付一切治疗费用。盛琦垂着头，他不会回来了。姐姐一旦决定向前走，就绝不会回头。盛母日日夜夜将手机放在床头，等一个远洋的电话。后来她清醒的时候很少，却总问：“绵绵打电话来了吗？绵绵什么时候回来？”问到第100次时，我告诉她，她不会回来了，她从没想过回来。你们以前做了什么？你们还记得吗？这个曾经泼辣骄傲的母亲，突然在一瞬间就苍老下去。在生命迅速枯萎的时候，她才终于承认她做错了。盛府站在窗外，浑身颤抖，泣不成声：“绵绵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知道错了，可这些对于你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吧？
既然你已经选择奔赴前面的风景，就不要再回头看了。圣母的葬礼过后，我和圣琪办理了离婚，孩子归他。我再次一无所有。我走遍了这座城市，卑微又偏执地寻找绵绵留下的痕迹。我们一起在奶茶店留下的便笺纸，我们挂在许愿树上的红飘带，我们在大桥上绑的同心锁，这些东西我都找到了，都收起来了。我又去巴黎看了他，他带着孩子在公园里玩耍。孩子是个很漂亮的混血宝宝，很爱笑，笑起来很像他。总有路人驻足，捏捏他红扑扑的脸蛋。我站在阴影里一动不动，近乎贪婪地盯着他的脸庞。孩子手里的纸飞机晃晃悠悠落地，落在了我脚边。他朝我跑来，正和邻居聊天的绵绵扭头朝这里望来。我慌忙蹲下，以此躲避他的目光。我没有资格出现在他面前，我根本不配。孩子从我手里拿过纸飞机，奶声奶气地问我：“叔叔，你怎么哭了？”我怔怔地摸了摸脸，微风吹来，脸上一阵凉意。叔叔，你不开心吗？我很开心，看到他幸福就足够了。我摸了摸孩子的头，起身离开。他没有追问，只是哒哒哒地跑远，嘴里喊着：“妈妈。”他听得懂我说话，他和你是一个地方的人。绵绵说了什么呢？他认出我来了吗？就算认出来了，他也不会跑上前来和我叙旧吧。我抬头看向夕阳，绵绵，前面的路还那么长，可我一个人该怎么走啊？